存的胚胎究竟算不算一条人命呢？如果为了救姐姐，我们可不可以牺牲冻存的妹妹胚胎来治疗姐姐呢？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品医师王丽慧。每一个月的第2个周三，我都会跟各位分享从判决看人类。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美国司法再生医疗篇。再生医疗在台湾今年的6月已经3读通过了，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夯、非常沸沸扬扬的议题。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案例，是在今年的2月16号，由美国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所下的一个判决。他判定呢，冻存的胚胎也是一个小孩。那这件事情的缘起呢，是由3对父母他们到了同一个诊所去做了人工生殖，那么也就是试管婴儿。那做完之后呢，他们还有一些多余的胚胎就先冻存起来，想着可能下次如果有想要再生小孩的时候再来使用。但是因为该诊所的管理不够严谨，以至于呢不相关的人员就跑进去了冻存室，然后又粗手笨脚的把这些胚胎拿出来之后呢摔到了地上，于是呢这些胚胎就阵亡了。根据美国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认定，这个每一个胚胎都是一个孩子，所以根据他们的未成年人过失致死法，就判定这些诊所跟相关的人员呢是犯了过失致死罪。那么细胞的研究不仅是在国外，在台湾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方向。美国哈佛大学一位全球知名的干细胞教授戴利教授，如果20世纪是药物治疗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就是细胞治疗的时代。各位觉得拿胚胎干细胞来研究就已经生出来的人合理，还是您觉得还没出生的这些个胚胎干细胞也是一条人命呢？如果您听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话，请您帮我按个赞。美国2005年的时候曾经上映一部电影，叫做《姐姐的守护者》。这个电影里面讲的就是姐姐生了白血病，需要妹妹的脐带血，所以呢，妈妈就努力去怀孕，再生一个孩子。生出来的这个妹妹呢，就用她的脐带血去救姐姐，但是没有成功，姐姐还是持续不断的在生病。于是妹妹终其一生不断的捐血液、捐白血球、捐血小板、捐骨髓，甚至呢，到后来她被要求捐肾脏。那在电影版的结局呢，是姐姐不想活了，姐姐就劝妹妹，教唆妹妹去告自己的父母，争取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主权。妹妹获得胜诉，她终于可以不用再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无限供应姐姐的一个予取予求的一个原料厂或是器官厂。但是呢，她并不是不爱姐姐，她只是希望呢，父母能够多尊重她一点。姐姐后来平静的去世了，妹妹也终于放下了她的担子，在姐姐对她的心意里面活下去。可是小说的结局不是这样的，小说的结局是呢，安娜最后选择用车祸来自杀，把肾脏捐给了姐姐。姐姐得到她的肾脏之后，奇迹式的就好转了。妹妹终其一生，包括最后牺牲了她的生命，一生都是为着姐姐的存在和姐姐的医治。可能是小说的结局太悲催了，也太虐心了，所以电影就把这个结局给改了。你看到在这个小说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的存在有一个特殊的理由，那么当这个理由消失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有谁愿意是因为别人而得到一个活下去的一个理由呢？有谁应该被要求他的存在是完全为了另外一个人呢？在80年代，日本的大导演黑泽明曾经导过一部电影叫做《影武者》，讲的就是武田信玄跟德川家康的战斗之中，武田信玄伤重身亡，可是呢，武田家不能够让这个消息透露出去，所以呢，就紧急找了他们已经培养很久的替身来扮演武田信玄，继续的呢在公开场合露面。那这个替身呢，替着，当人家的影子，当着，到后来也就认为自己确实是武田信玄了，演得越来越像。那这样的情节呢，大家都觉得不过就是小说跟电影嘛。那难道真实生活当中，各位没有在媒体上面听到过多生一个孩子来救已经活着的哥哥或姐姐，来治疗他们的病吗？我们可以在媒体上面看到这些故事，是因为脐带血干细胞的这些公司，为了鼓励大家储存脐带血，所以不断的在散布这样的新闻。那么我们可以讲到台大曾经做过一个案例，就是真的就是姐姐她是重度的地中海型贫血，
妈妈就为了这个姐姐去生了孩子，而且一生就是2个，因为生出来的第一个大儿子配对不成功，于是再接再厉生了2儿子，终于配对成功了。那各位觉得呢？出生的时候拿个脐带血也不伤害嘛，因为呢脐带本来就是要剪掉的。事实上是呢，并不是脐带血真的就够了，这个孩子后来是必须要捐骨髓给姐姐。所以在他10公斤，也就是差不多1岁多左右的时候终于体重够的时候，他就没有任何人征求他的同意，他就被迫捐赠骨髓给姐姐。但是呢，脐带血的公司在媒体上面宣传的时候是没有详细的说到这一点。那想大家可能都是认为呢，只要你储存脐带血就可以救人，就够了。那第2个例子呢，是嗜中性球低下。这一次呢是一个哥哥，那刚好妈妈那时候是怀孕了所以呢这个故事呢一样是在台大做的，所以呢弟弟生出来的时候当然也就有做脐带血的移植。那因为是脐带血公司他们所放在媒体上的消息，所以我们不知道呢是不是就不需要用骨髓。不过我认为呢光用脐带血是不够的，还是要做骨髓移植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跟各位讲，到底我们有没有权利去用再生一个来救哥哥跟姐姐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台湾的再生医疗法，我们现在3读通过了嘛，只是还没有正式实行。那在第19条里面，它就有讲到说，如果是脐带、胎盘、羊水这些东西的话，不需要经过新生儿的同意。那如果是其他部分的任何的细胞或是任何的组织的话，一定要是它能够有自由的表达它的意愿的能力，才能够使用。不可以在没有经过这个人的同意的状况之下呢，就去使用他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那再来的话，在再生医疗法的第20条讲到的是说呢，如果这些细胞的一些残存的或者是没有用完的东西，我们要非常审慎的去界定它使用的范围，不能够随便的被拿去用。比如说你在产房生产，你会知道你的脐带跟你的胎盘流向何处吗？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肝脏或者是你的骨头被拿出来，或者是你的癌症的肿瘤被拿出来，你能够知道这些被拿出来的东西它的流向是去向何处吗？在1951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事情呢，就是一个黑人妇女，美国的，她罹患子宫颈癌，就接受了手术，然后她这个癌细胞拿出来之后就是被实验室呢不断的复制，不断的贩卖到全球去，做什么呢？做实验。因为呢它的细胞特别的有趣，它就是不死的细胞，这个细胞不死，到现在都还在用可以一直繁殖，一直复制，一直繁殖，一直复制都不会死，被称之为是海拉细胞。那这个海拉细胞呢，在所有的国家实验室都可以拿得到，然后呢它被用在了小儿麻痹的疫苗的研究上面，用在艾滋病的一个研究上面然后呢用在癌症的研究上面，用在不孕症的研究上面，被非常广泛的使用。可是他的家属从头到尾都蒙在鼓里，也没有得过一点补偿，一直到去年7月底的时候，终于呢跟这家实验室最后是达成了和解终于有被补偿到了。补偿金额的话我们不清楚，因为这个应该是有一个保密条款。但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呢，一个使用了美国黑人妇女身上的细胞，可是却完全没有告知她，也没有经过她的同意，然后就不断的繁殖复制卖去给人家做实验，这样的情形各位觉得合适吗？现在呢再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全球在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上面呢，其实做的最早的不是美国，是英国。在1978年的时候，英国 Robert Edward 这个妇产科医师也是一个科学家嘛，他就是做了全世界第一例的试管婴儿，所以呢他们是最早开始研究胚胎干细胞的一个国家。那他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可是各位要知道，从1978年到2010年这个当中30年以上他其实是从被骂爆到被推崇这些人情冷暖就是他自己经受的非常的多。因为包括天主教的教廷也都出来骂他说，你想要僭越，你想要当神吗？你竟然可以自己在试管里面做出一个生命吗？那到后来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接受，而且还盛赞这是一个能够让人拥有自己的孩子的一个高级优良的科技。这样，去年的时候呢，在波士顿举办的一个干细胞年会，我们叫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tem Cell Research， 这个年会里面呢，
英国的剑桥大学就跟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他们联合了一个发表，这个是合成生物研究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合成啊。那我们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可能大家比较不那么熟，大家可能台湾人知道的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麻州的理工学院。但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是非常非常强的，它一点都不输麻省理工学院。那他们联合发表是做了什么呢？他们合成了人类胚胎，不需要爸爸的精子，不需要妈妈的卵子，都没有，都不用你们来捐赠，就不用有道德争议。但是呢，我自己呢合成了人工胚胎。那这个人工胚胎呢，它可以生产出胎盘，它可以呢复制出细胞，它还可以转成呢卵黄囊，但是呢还没有办法长出大脑跟心脏。那在老鼠跟猴子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合成胚胎呢，更早以前就有了。他们会把这个合成胚胎直接放进去老鼠或者是猴子的子宫里面，可以产生怀孕的迹象，只是后来都没有存活。那这样子虽然不涉及到人类的真的精子跟卵子，但是各位觉得，你们会不会还是觉得这个是非常超前进度的科学？就是你的立法的进度不及这个科学的进度。美国他们对于胚胎干细胞研究其实是非常保守的，所以我才会讲说，其实呢，英国他们对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相当的早，但是美国是一直都很有限制的。英国1978年就已经做了第一个试管婴儿了，可是美国到1996年的时候才有了一个叫做 Embryo Project 胚胎的计划，然后有一个法案叫做 Dickey-Wicker Amendment， 那所有的都是要根据这个法案来判。那在2001年的时候，老布希总统他那时候呢就说，联邦的经费也可以资助这个 Embryo Project 胚胎的研究，但是呢只能够用过往已经存在的那些冻存起来的胚胎，现在不可以再冻新的胚胎来用。那到2009年的时候就换奥巴马，奥巴马就说可以，2001年以后的胚胎也可以用。但是您不要觉得总统讲的话就有效，马上就有人员去告他，实验室的人员就告他说奥巴马这样是违法的。于是呢，这个事情就告到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院，首先是在联邦地区法院，后来呢告到了巡回上诉法院。因为呢，我们讲联邦管的是这种全国性的事情嘛，干细胞研究这一定是全球性的事情，而且他现在争执的是说，联邦的经费到底要不要放进去做这个 Embryo Project 胚胎研究。那这个告了之后呢，这个地区法院，联邦地区法院他是说不可以，但是呢，到巡回上诉法院的时候又说可以，所以最后呢，只好说，根据 Dickey-Wicker Amendment 呢，干细胞研究是用来救人，不是用来毁灭生命。可是呢，这样子一判下来之后呢，这个判决啊，在2011年刚做成，马上啊，小布希就推出来了，说我要使用总统的否决权。他又把哥伦比亚特区的法院判决把它推翻。他说呢，这个就是毁灭生命。胚胎呢就是生命，我绝对不能够支持让我们用联邦的经费来支持这种毁灭生命的做法。我们不能够毁灭一个生命来救另外一个生命。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美国在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上面，实在还是比较是趋于保守的，所以才会有今年2月16号，美国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判定说，冻存的胚胎其实就是一条命。但是呢，我想要请问一下各位，如果你身边有人呢，确实是在人工生殖的诊所里面有冻存胚胎，但是他生的宝宝他已经觉得生够了，那他可能还有多余几个冻存胚胎还放在实验室，你会去追踪跟在意后来到底流向何处吗？或者是被怎么使用的吗？那你有没有感觉那些冻存的胚胎也是一条命，也是你的孩子呢？欢迎各位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们的看法，请您帮我按赞、分享跟转发，感恩。